因为儿子强奸妇女，罗马最后一任国王被愤怒的民众给放逐了。实际上啊，无论任何的时代，引发革命的机遇不同，但是原因总是相同的，那就是人民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当时啊，带领人民放逐国王的人叫做布鲁图斯，他的母亲啊是罗马最后一任国王塔奎尼乌斯的妹妹，也就是说啊，布鲁图斯是最后一任国王的侄儿。这布鲁图斯的原意是傻瓜，据说啊是为了避免因为高调被国王打击，所以故意他是装疯卖傻，人们就给他取了布鲁图斯这个绰号。可见布鲁图斯谋反已经是谋划多时了。国王的儿子强奸妇女，只是让他抓住了反叛的机会。各位观众朋友，是不是有一种卧薪尝胆的体会呢？这布鲁图斯放逐国王之后，就把罗马所有的公民集合到了罗马广场上，让人们宣誓以后任何人都不可以自立为王，并且设置了双执政官制度。之所以要设置2位执政官，就是为了避免类似王权时代出现一个人专政的情况。布鲁图斯和自杀身亡女子的丈夫科拉迪努斯担任了第一届的2位执政官。第一届的执政官任期只有1年，但是可以通过选举连任。布鲁图斯废除了国王，但保留了元老院和公民大会，并且将元老院的人增加到了300人。元老院议员是终身制，由各家族的长老出任。虽然制度上人人都可以被选举为执政官，而实际上以后的执政官基本都是从元老院议员当中选举出来的。可见这元老院权力之大。逐渐权贵子弟对家族长老产生了不满，因为权贵子弟想要进入元老院，必须要等到自己家族长老去世之后才行。这就和王权时代的规定有很大的差别。因为王权时代元老院议员是由国王任命的，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议员。于是一群权贵子弟密谋王政复辟，他们想把被放逐的前国王塔奎尼乌斯给找回来。他们歃血为盟的时候，却被路过的奴隶给听见了。这个奴隶告发了他们，参加密谋的人全部被抓获，誓约书也被搜获，成为了呈堂证物。如何处理这群年轻人，却让人十分为难了，因为他们全部都是权贵子弟，官二代、富二代的组合。他们的秘密会场在执政官科拉迪努斯的亲戚家，有2个人还是另外一位执政官布鲁图斯的儿子。这围观的民众集体沉默，于是有人就提议驱逐他们，这件事儿就算结束了。而布鲁图斯却问他的2个儿子说：“你们做这样的事儿，是不是不想活了？”连问了3次，他的2个儿子都没有回答。于是布鲁图斯只好转身对士兵说：“之后的事儿就交给你们了。”虎毒不食子布鲁图斯为了共和国制度的延续，却亲眼看着2个儿子被打到皮开肉绽，甚至斩首之后才离开了会场。布鲁图斯的2个儿子被斩首之后，他受到了人们的高度赞扬。2相比较，另外一位执政官就受到了人们严重的质疑。他本来就是依靠妻子的自杀而担任的执政官，在这次判决的时候，他没有站出来做任何的表态，因为任何一位执政官反对判决，判决便无效了。人们的想法总是很奇怪。布鲁图斯自己杀死了自己的儿子，人们认为他很高尚，同时也十分的同情他，而人们却把罪责推到了另外一位执政官的身上。
受不了大家的冷嘲热讽的克拉迪努斯于是便辞去了执政官，带着家人离开了罗马。至于留下来的执政官的空缺，由一位叫做华雷利乌斯的人接任了。华雷利乌斯接任执政官不久前国王塔奎尼乌斯听说了罗马国内的复辟行动失败了，唯一可以依靠的就只有自己了。他自己本来是伊特鲁里亚人，于是前往伊特鲁里亚各个都市进行游说，希望他们出兵帮助自己夺回王位。其中有2座与罗马相邻的城市答应出兵帮助塔奎尼乌斯。得到这个消息之后，2位执政官率兵迎敌。布鲁图斯率领骑兵在前方开路，华雷利乌斯率领步兵压后。对方由前国王儿子率领的骑兵队开路，前国王率领步兵队压后。当双方前队相遇之后，前国王的儿子要和布鲁图斯单挑，因为他非常的恨布鲁图斯。布鲁图斯是前国王的侄儿，他们之间也是表兄弟的关系。布鲁图斯却放逐了他们，2位表兄弟之战势均力敌，难分胜负。最终2个人同时刺中了对方的胸膛，双双落马而死。接着双方的士兵都发生了冲锋，战斗一直打到太阳下山，双方才鸣金收兵，各自回营休息。然而当晚传说出现了一阵奇怪的风声，双方的士兵都听见风声里有人在说罗马最终会获得胜利，但最后罗马军队也只会剩下1个人。所有士兵都认为这是神的预示。第2天一早，罗马人没有找到前国王的军队，也就带着布鲁图斯的遗体凯旋归国了。华雷利乌斯胜利归国之后，没有受到人们的尊重，反而受到质疑和重伤。首先人们对华雷利乌斯的凯旋式不满。自罗马创建者罗姆路斯以来胜利归来的将军可以举行凯旋式，但这华雷利乌斯把将军乘坐的马车全部改成白马来拉，人们认为这是一种王权的表现。第2个原因是，人们觉得他坐落于山丘上的别墅看起来特别像国王的城堡。最后布鲁图斯死后，华雷利乌斯一直没有找人填补执政官的空缺。因为这几件事人们开始谣传华雷利乌斯想要称王。华雷利乌斯听说谣传之后，连夜就把自己的别墅给拆了，随后在城墙边找到了一块地方，盖了一间房，而且大门一直开着，允许任何人自由进出。不过华雷利乌斯在政治上的操作手法却耐人寻味。虽然他立即召开了公民大会，选举了1名执政官，不过新选的执政官是个黄土埋脖子的老人，就任没几天就去世了。职位随后又被其他人给填补。可是这个人工作内容还没有熟悉，任期就有到了。因为执政官的1年任期不是按照你就任时间来算的，而是按照正式选举的时间来计算的。看到这个结果观众朋友们是不是已经笑出了声了？这也让我想起了一句名言，叫做政治上没有巧合。华雷利乌斯之所以要如此的讨好大家，是因为接任执政官时正属于政权交替，新制度带来了新的问题，罗马危机四伏。首先是之前我们说过，伊特鲁利亚的移民是罗马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是罗马技术和经济的支撑。罗马进入共和国之前，有3任国王都是伊特鲁利亚人，最后1任国王也是伊特鲁利亚人。国王放逐事件之后不仅使得伊特鲁利亚与罗马成为敌对状态，还使得大量的伊特鲁利亚人外流了，严重影响到了罗马的国力。这个时期的基础建设工程完全属于停摆状态，周边部族也逐渐对罗马产生了轻视，罗马几乎每年都在与邻国
发生战争。华雷利乌斯拆了自己的房子来讨好民众，还在国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来挽救危机四伏的罗马。但是最大的危机还是来源于图谋复辟的前国王塔奎尼乌斯。权欲熏心的塔奎尼乌斯不惜向伊特鲁利亚所属的丘吉国王下跪，搞得丘吉实在是不好意思，于是他向罗马宣战了。丘吉的国王叫波森纳，罗马人都知道这个人，他是个非常有名的武将。这个人到底有多厉害呢？罗马一听说波森纳向罗马宣战，有的人甚至提议接回老国王，因为他们实在没有信心战胜波森纳。事实也是如此。波森纳出兵以后很快就打到了罗马城下，罗马城被围困，台伯河下游的粮食也无法运进城，可以说罗马城指日可破。这个时候，华雷利乌斯却想到了一个妙计，他把大量的牛羊从城门放了出去。这个消息很快就在伊特鲁利亚士兵之间传开了。这士兵打仗就是为了战利品，那个时候物资匮乏，牛和羊就是最好的战利品之一。于是许多围城的士兵全部追去掠夺这些牛和羊。华雷利乌斯得知敌人中计之后，立即派出军队从后方追击，这使得波森纳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但是罗马并没有完全胜利，他被包围的情况仍然没有被解除，粮食还是进不来。就在人心惶惶的时候，有一位爱国青年出现了，他叫姆提乌斯。为了拯救罗马，他决定去刺杀波森纳，但害怕出城时被当作逃兵，他先到元老院进行报备，然后他带着一把短剑潜入了敌军的军营。这时问题来了，等他潜入敌军军营之后，才想起自己根本就不认识谁是波森纳。此时波森纳军队正在发军饷，他以为发军饷的人可能就是敌军的首领，于是他就去刺杀那个人。可惜的是，那个人只是波森纳的秘书，非但没有杀死敌军的首领，自己也被抓到了波森纳的面前。面对波森纳，他并没有害怕，反而昂首挺胸地对波森纳说：“我是罗马人，我是姆提乌斯，我早就做好了赴死的心理准备。我死之后还会有千千万万个我，所以请你也要做好心理准备，你不死，暗杀是不会停止的。”波森纳听了之后非常生气，就让人鞭打姆提乌斯。姆提乌斯非但没有畏缩，反而却说：“只有懦弱的人才怜惜自己的皮肉。”说完之后，他就把自己的右手放在火把上烤，直到烤出了焦糊味儿。波森纳才说：“朋友，你已经颠覆了我的世界观，你不如还是走吧。”听完了这个故事，不知道您有没有感到震撼？反正我是被震撼到了。以前听说过关羽不用麻药刮骨疗毒已经是很给力了，听了这个小故事，你们是不是对罗马的历史也越来越感兴趣了呢？我们接着往下说。暗杀事件之后，波森纳不是被罗马人这种自杀式的打法给吓住了，他竟然主动向罗马提出了议和的要求。双方通过友好协商，最终决定波森纳不再替罗马的老国王出头，罗马归还以前在战争中获得的部分伊特鲁利亚领土。这次战争结束之后罗马并没有迎来和平，只是得到了短暂的喘息机会。公元前503年，罗马共和国第6年，华雷利乌斯去世了。他死后，人们发现他已经穷得买不起棺材，还是大家凑钱为他举行了葬礼。下一集我们将会为大家讲讲马拉松比赛的由来和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王国——斯巴达。为了不错过下一期的精彩内容，千万记得订阅咕噜说，也欢迎大家
评论、点赞、转发。